董卓被杀后，王允便开始掌管朝政。那么他是如何处理董卓部下的？凉州兵又是如何攻陷长安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王允举棋不定，即汉献帝刚出虎穴又进狼窝。董卓被杀后，王允居功自傲，一改往日谦虚谨慎的作风，变得骄傲且自负。有一次，大臣们在王允的家中喝酒，说到董卓被杀的时候，蔡邕便叹息了一声。然而他的这一声叹息却让王允大怒，立即将蔡邕关入了大牢。大臣们极为震惊，纷纷地给蔡邕求情，但都被王允驳回。此时蔡邕正在续写汉史，他请求王允可以给他的脸上刺字，或者砍断双脚，只求留他一条性命，让他把汉史写完，但王允依然不答应。太尉马密堤亲自前往王允的府邸，告诉王允，蔡邕是难得的旷世奇才，应该给他个机会，让他把汉史写完。没想到王允却说，汉武帝当年没杀司马迁，结果让他写成了《史记》那种棒书。现在国势衰败，难道让蔡邕也像司马迁那样毁谤和污蔑天子吗？此话一出，马密堤彻底无言了。在王允的口中，连《史记》都成为棒书了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于是他走出王允的府邸，对等候他的众人说道，就王允的这种作为，恐怕他也维持不了多久了。说完便摇头叹息而走。不久后，蔡邕惨死于狱中，终年61岁。这一年，他的女儿蔡文姬年仅15岁。蔡邕死后，满朝的文武大臣和士大夫们无不感到伤心和失望。接下来，王允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解决董卓的旧部。董卓虽然死了，可他的凉州兵还在，而且凉州兵是董卓的嫡系，不仅战斗力极强，还对董卓极为忠心。所以凉州兵处理不好，是很容易再次发生动乱的。吕布提议应该将董卓的旧部全部诛杀，以绝后患。可王允不同意，他说罪行都是董卓犯下的，与他的部下们无关。于是他与施孙瑞等人商议后，决定以皇帝的名义赦免董卓旧部。然而诏书刚准备发出，王允就后悔了。他觉得董卓的部下是受董卓的裹挟才犯的罪，因此他们是无罪的，既然无罪，又何谈赦免呢？如果给他们强加一个罪名，然后再赦免，只会引起他们的恐慌，适得其反，所以不能赦免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虽然他们是无罪的，但是火烧洛阳、残害百姓又都是事实。如果赦免了他们，袁绍等关东军肯定也会不满。所以既不能剿灭，也不能赦免，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自行解散。这样的话，既不得罪凉州兵，也不得罪关东兵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可是有大臣就提出质疑，他们除非迫于压力，要不然怎么可能自行解散呢？可是如果让朝廷派兵威胁，朝廷所能控制的兵力基本都是董卓旧部，所以只能让关东兵前去。可凉州兵与关东兵水火不容，到时候只会逼着他们反叛，所以让他们自行解散是不现实的。这时又有大臣提议，可以让皇甫嵩去担任他们的统帅，这样他们既不用解散，也不会反叛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王允听后也觉得可行。一方面，皇甫嵩忠于朝廷，不用担心他会拥兵自重；另一方面，皇甫嵩统兵有方，只有他能镇得住凉州兵，的确是个好办法。可是转念一想，他又觉得不对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凉州兵的问题解决了，可是皇甫嵩率军驻守在险要之地，关东兵就会感到压力，怀疑朝廷要对付他们，这样就得罪了关东兵，所以也不行。于是左也不行，右也不行，董卓旧部的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。可是王允不着急，凉州人可心里没有底。不多时，民间就谣言四起，说王允正在预谋，准备杀光所有的凉州人。这下凉州人人人自危，身处关中的凉州将领们开始拥兵自守，并秘密联络，准备对抗朝廷。这时王允终于拖不下去了，让吕布派人先去解散驻守在陕县的凉州兵。于是吕布就派出李肃，拿着皇帝的诏书去缉拿牛辅，并解散他的队伍。牛辅是董卓的女婿，此时正率兵驻守在陕县，他手下的将领李傕和郭汜等人则率兵前往中牟县攻打朱俊去了。
他们和吕布都曾经是董卓的部下，可吕布的部下大多是滨州人，所以吕布杀害了董卓后，凉州兵和滨州兵也就水火不容，结下了深仇大恨。听说李肃前来解散他们，那就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他们不但不奉诏，还发兵攻打李肃，李肃不敌，连忙退走。至此，牛辅便与朝廷彻底决裂了。可是他虽然打退了李肃，但害怕朝廷发兵讨伐，心里没底。惶恐不安之下，他就经常惩处士兵，导致士兵们也开始惶恐，陆续有人开始逃跑。一天夜里，准备逃跑的士兵被执勤的士兵发现，于是双方大打出手。睡梦中的其他士兵被吵醒后，也加入了混战，于是营中大乱，分不清敌我，开始自相残杀。牛辅见控制不住，只能带着所有的财宝，率领着5、6名亲信北渡黄河而去。李傕和郭汜听闻后大惊，连忙赶来支援。可等他们到达后，却得知牛辅的亲信见财起意，为了抢夺珍宝，竟然杀害了牛辅，还将首级送往长安邀功去了。群龙无首的李傕和郭汜等人惶恐不安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只能给皇帝上书，决定举兵投降，请求朝廷的赦免。王允得知后非常高兴，既然牛辅已死，那么剩下的便是些乌合之众，不足为虑了。于是他给李傕等人回复说，朝廷已经赦免过你们一次了，大汉王朝没有1年赦免2次的先例，所以不予赦免，你们还是自行解散吧。李傕等人心如死灰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也只能就地解散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贾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贾诩是凉州姑臧人，即今天甘肃武威人。年少时就有人认为他有张良、陈平之才。董卓进京后，任命他为讨虏校尉，之后便跟随牛辅进驻了陕县。现在牛辅死了，他的命运也就和凉州兵彻底的捆绑在一起了。他告诉李傕，王允想把凉州人赶尽杀绝，如果我们就地解散，那么之后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我们抓回去。既然左右都是死，那还不如率领大军去攻打长安。如果侥幸成功了，可以征服天下；如果失败了，那我们就抢掠3府之地的财物，还可以率军返回陇西。众将听后深表赞同。于是李傕便开始联络各地的凉州将领，然后率军前往长安。王允得知后并不慌张，找来了凉州人胡文才和杨整修，让他们前去劝降凉州兵。可是他们见到李傕后，不但不劝降，反而鼓动他们继续前往长安。王允见劝降不成，就召来了徐荣和胡轸，让他们率军前去平叛。这2个人我们并不陌生，也都是董卓的旧部。一个是曾经战败过曹操和孙坚的徐荣，一个是在吕布的掺和下败给了孙坚的胡轸。他们率军前往新丰，即今天临潼区东北，在这里迎击凉州兵。结果徐荣战死，胡轸率众投降。之后李傕一边进攻，一边沿途收集凉州兵，等大军到达长安城时，已经有了10多万人。同时关中的樊稠和李蒙等董卓旧部也赶来会合，共同向长安城发起了猛攻。可是长安城太过坚固，整整围攻了8天都无法攻下。正当李傕等人进退抉择的时候，吕布军中的蜀兵竟然反叛了。他们打开城门，把凉州兵给放了进去。10多万凉州兵进城后，便开始大肆的屠杀，一时间哀嚎遍野，生灵涂炭，无论平民还是官员，见人就砍。太常仲福、太仆鲁旭、大鸿胪周焕、城门校尉崔烈、乐骑校尉王启等人全部被杀。吕布见状，知道大势已去，率领着数百骑兵开始突围。当他们走到青锁门的时候，遇到了王允。吕布让王允跟他一起走，可王允却说，皇上还年幼，只能依靠于我，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希望你出城后能鼓励关东豪杰一起前来勤王。说完，他便扶着汉献帝向宣平门走去，吕布则率众逃出了长安城。当王允带着汉献帝来到宣平门的时候，李傕等人早就在这里等候了。王允怒问李傕等人，你们身为臣子，却纵兵胡为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李傕则对汉献帝说，陛下请不必惊慌，我们只想请问王司徒，董太师忠于陛下，为何无故被杀？
我们此次前来，只想为董太师报仇，等事情结束后，我们就去廷尉处受罚。现在请王司徒给我们个说法。”王允无奈，只好下楼与李傕等人对峙。然而他刚走下来，就被凉州兵给劫持了。随后他们便控制了整个长安城。紧接着，李傕以天子的名义征召宋义和王弘进京。宋义是左平邑太守，王弘是右扶风太守，他们两人都是王允提拔的。因此，要想斩杀王允，就必须先处理掉这两个人。王弘收到诏书后，派人对宋义说：“只要有我们两个人在，李傕就不敢为难王允。但只要我们进了长安城，必定是有去无回，所以不能去。”宋义却回复说：“有皇帝的诏书在，君命不可违呀。”王弘提议说：“我们应该联合关东军，举兵清君侧，只要关东军响应，我们就可以转败为胜。”但宋义执意不听，王弘独木难支，只能一起前往长安城。结果他们一进城就被关入了大牢。随后，宋义和王弘、王允及其家人10余口，以及司隶校尉黄琬等人全部被杀。从此，朝政便掌握在了李傕和郭汜等人的手里，汉献帝才逃出董卓的虎穴，就再次进入了李傕和郭汜的狼窝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